台南是让我想不通的一个地方，它很旧、很慢，甚至有点乱。但是它所在的台湾呢，人均 GDP 已经超过了4万美元，超过了日本、韩国。这些亮眼的数字和我们眼前所看到的这一切，似乎很难同时成立。上一期我们带大家看中国西南的城市成都，这两个都是以慢生活著称的城市。尽管我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我剪片子的时候还是能够感觉到一种穿越时空的眩晕感。这是台南市中心的浅草市场，说实话，它确实没有成都宽窄巷子还有锦里商业街那种统一的风格和档次，但它确实是一个正在使用的市场。它当然也是一个景点，但是它首先是一个市场。劳工阶层可能花不了几个钱，在这儿摆个地摊儿、摆个桌摊儿，就可以补贴家用。据说这个市场可以上溯到日治时期也就是上个世纪初。这不是一个文化搭财、经济唱戏的地方，没有一个太多的优化和打造，似乎也没有城管，就是一个摆摊和叫卖的市场，帮助社会底层人改善生活，同时也给游客带来点乐趣。本土人多。我们又走到了附近的神农街，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我似乎悟出了点什么。也许在台湾，尤其是在台南，生活可能不是一种面子，可能不是给别人看的，可能不是用来表演的。还有一个老外在这摆摊儿。说到在台湾生活不是用来表演的，正巧我们看到一家电影院，这可不是一家一般的电影院。首先，它从1950年到现在已经连续放映了将近70年了。另外呢，这是大导演李安的启蒙教室。李安少年的时候呢，一有空就跑到这儿来看电影，而且一看就是2场。卧虎藏龙获奥斯卡以后呢，李安还专门回到全美剧院来感谢当时的老板吴俊成。据说李安呢也经常偷偷的就潜回这个影院呢，在这儿看电影。我们和老板娘聊了一会儿我们说今天李安在吗？他说可能不在。这是电影院的停车场，你看这是够低调的吧？就是这个电影院。这是1932年日本商人林芳一建的林百货开业的那一年，这个6层楼的百货公司呢是当时台南的最高楼。开业5天以后呢，林芳一就病逝了。是不是这个楼有风水问题啊？我们到这儿来不是买东西我们是来寻找一下低调镶嵌在这儿的一段历史的痕迹。黑松可乐，我的上一辈子是不是就在这儿卖可乐？打仗的时候的弹孔。这是2战末期美国飞机袭击台南时候留下的弹孔。不可思议它就静静地留在这儿，和现在的生活融为一体。说到历史台南我们最喜欢的一个地方就是安平树屋。这儿是清末的英商德记洋行的仓库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呢，慢慢的被周围的老榕树所吞噬。走在这儿呢，我在极力设想当初的情形，有英文、中文的这种各种喧嚣，还有打着领带的、梳着辫子在这儿进进出出。可是现在他们都到哪儿去了？所以在时间的长河里，我们也就是那么几秒钟。你所坚信的那个城邦，不管是在地图上还是在你的心里，一定会被时间所吞噬。所以善待自己，享受生活，从现在开始，因为那个树根正在慢慢的生长。这就好，这个颜色。活的，上面有叶子。台南是台湾近现代意义上的第一个城市。1624年，荷兰人首先到这儿，在这儿建立了安平古堡，就是军事基地你看，这是在这个安平古堡上往下看的这种景象。1652年，荷兰人又建了赤嵌楼也就是它的行政中心。现在赤嵌楼上这些中式的建筑都是后来清朝的时候重新建的以前呢是西方的风格。就是荷兰人当时建的这个位置，后来建了文昌阁。文昌阁供奉的是魁星爷，他是主管学业考试文运的大神这有很多许愿签给我们弄一篇吧，早日拿到10万订阅
给大家贴个醒啊，如果你们喜欢我们，别忘了订阅啊，这样你们就会自动收到我们最新的节目了。谢谢。求神明保佑，能够拿到中邮雇员的工作。明年会考的时候只有一次机会，我一定要考上什么什么女师，上北医女，没有第二选择。我天！加油加油！台湾的升学也够卷的啊。很多海外的游客可能会忽视台南啊，但是在很长的一个历史阶段里面呢，台南一直是台湾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前面讲了，1624年荷兰人在这儿建立了台湾的第一个城市。1661年，明朝的郑成功赶走了荷兰人，从那时起到1885年，这儿一直是台湾的首府。1885年台湾建省了，才逐渐的把省会迁到了台北。社保局的特约。这是赤坎城附近的一个小庙哈，这前面这些人在干嘛呢？他们实际上是在为这个市议员的选举拉票呢。回到本期的主题啊，台湾看上去是这样有一点陈旧哈，有一点传统，但是你到了细节的层面上，它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现代的地方。我们去看孔庙，我们到了孔庙来朝拜呢，结果又碰上了克林包子。得先吃饱了才能朝拜吧？这个好像挺有名的，他说什么获了什么奖的这个台南大爷，他最著名的我看是八宝肉包子啊，咱先吃八宝开箱。我就眼巴巴看你吃吧。几口没吃着馅儿。哦，你看这里头啊，据说有八宝啊，不知道都有什么，还有香菇啊，很大一块香菇肉，各种菜，哦，还有蛋黄呢。哇，从来没吃过这种包子，这里头馅儿非常丰富。马路上噪音很大啊，抱歉。这叫酸爽包子，韩国泡菜的感觉啊。酸爽。始建于1665年。台南孔庙是台湾最早的孔庙，也是第一个官办学校，所以号称是全台首学。我老家是山东哈，我这个山东曲阜就是孔子的老家，有3孔啊，孔府、孔庙、孔林是吧？我去了很多遍了，所以这个台湾的这个孔庙呢，我就没进去，我大体在外边转了一下。不过话说回来了啊，这个孔子的祖庭是在山东曲阜啊，而且这个中国有无数的这种孔庙啊，但是儒家的这个精神确实是在台湾。就是对台湾的印象哈，我们这第一个感觉就是人家都特别有礼貌哈，就是那个叫什么温良恭俭让，好像在台湾人多数人吧，至少上哈身上都能体现的非常好，都那么温文尔雅的说话啊，不会那么急躁啊，或者说不像我一样粗暴那种的。丽丽刚才讲的这段呢，实际上是来过台湾的大部分人的一个共同感觉。我很同意有些网红讲的吧，这本来是大陆应该有的样子。当然，如果没有大革文化命哈，还有这个黑猫白猫的向前看，中国大陆确实也是这个样子。文化资源保存研究中心，怪不得这个位置，这块多好啊！你看看，干干净净、清清爽。然后我想起加州来了 ，Palm Trees。这个建筑挺有特色，就一层错落有致的上去了，像爬个山似的。这是台湾国家美术馆啊，这是日本著名建筑大师板茂设计的，也是台南要来打卡的一个地方。好，现在换一换话题啊，介绍一下我们在台南居住的这个酒店。和日月潭一样，这个酒店也提供免费的自行车。酒店的名字叫做康桥商旅台南赤堑楼馆。注意啊，它的英文名字实际上叫 Kindness Hotel 啊，台南赤堑楼。这是一个台湾本地的连锁，在很多城市都有。赤堑楼馆呢，这位置非常好，它就在中西区古城的市中心，可以走到附近很多景点，的价钱比较公道。我发现，在台湾旅行这个酒店的费用还是非常高哈。我们现在是$100的每晚上的这个 budget， 我发现找性价比比较高的酒店就是已经有点吃力了。这个酒店我是美金付的啊，每一天晚上$95，包括所有的税费。这个价位应该是比大陆的酒店应该贵了快1倍了吧？但是跟大陆相比呢，它没有烟味儿，同时还多了一样，它竟然包括晚上的简餐。晚餐还是包括在房价里面的，而且还包括啤酒，而且还包括啤酒。我不知道世界各地的哪个酒店还包括晚餐哈。中国有些酒店呢，包括晚上有粥，还有小咸菜。那边是好多那个小饼干，这边吃的东西哇，然后甜品，你看看水果、麻辣烫。
我们是晚上吃不了多少东西，这是已经是8点半了，现在。我们待在这儿这几天呢，每天晚上都这儿人来人往的，因为很多人确实是玩完了以后回来已经挺晚了，在这儿吃饭是很方便的。台南的早餐第一顿啊，我这是热豆浆，又加了一些我自己加了一些葡萄干什么之类的。这个呢就是菜很多啦，你看这炒青菜，我觉得好几天没怎么吃菜了，这非常重要啊。还有这个叫什么 King's Mushroom， 这个非常多。这个是它这儿有一个特色啊，他说是台南手工肉圆，就这里头有肉对吧？台南手工是糯米做的，我估计是。这是一个什么笋啊？这个笋带排骨肉，笋蛋肉。这个是高丽菜了，我又加点这个菜。这个是现场做的，我觉得这个很好。这是葱油饼，再加上萝卜糕，这都是他们特色。我最喜欢吃的还是螺饭，螺饭最好吃。卤肉饭，真的。那不就是肉酱点酱汁放在米饭上？这是台湾特色，你回家学着做吧。我平时是不吃米饭的，当然螺饭吃的太好吃了，所以我要别吃太多了啊！我觉得他们这儿红薯都特别好吃，而且不知道为什么都是黄瓤的，特别甜。这个是我最爱吃的，现在台湾的水果特色水果，哎，说是什么枣，我吃了其实觉得有点像梨的味道。但是也有点像冬枣，但是没有那么甜。你看这是6弄的啊，冰激凌，他吃这么一大碗冰激凌，我天，大早上起来的，放肆。不知道是不是我们的旅行在这儿涵盖了一个周末的原因，反正是感觉台南的酒店挺贵的啊。这家酒店的性价比绝对算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如果朋友到台南来玩，可以考虑住在这儿。你觉得是不是？基本上就是它的充电问题啦。哦，充电桩的那个，充电桩那个，没有这个设施是吧？设施不多啦。和出租车司机聊到了这个为什么电车在台湾比较少的原因哈。另外呢，我们的观察，街上好像主流车型一个就是 Toyota 的 RAV4， 另一个就是 Corolla Cross。网约车大概台北比较贵哈，大概比北京得贵1倍。但是这些中小城市呢，像台南，价钱相对比较便宜，大概我们在市区打很少会超过$10啊。当然，它的城市也比较小。哎，你说这个特像那个过去那个电表啊，它给种上花了。这可能是搞植物的，人上都有标签了。这是什么？不同的蕨类都有名字的，你看。这个啊，这是竖着长的。呀，叫白色恋人。哦呀！你看这环境多漂亮啊！那也是那个树底下走过去。对。日式的房子，哇！你看这个。这什么玩意儿？我看，什么叫做鸦片？棺材板儿，它改成棺，还当官的官了。这炸馒头，非常酥脆啊，倍儿香。哇哦！就是肉吧？肉吧，就是肉吧，两个。哎呦喂，老大爷刚从锅里捞出来的。My God, this is a lot of meat. 哎呦，很嫩啊，这肉有肥肉。那肯定啊，没有油是不好吃的。到了安平必须吃这个安平牛肉汤啊。我们找了一家，排了一会儿队才进来，好像叫阿财吧。牛腩面非常的嫩啊，我觉得非常好吃。你那怎么样啊？那牛肉怎么样？不错，但是我也没觉得有什么风味儿。可能得加那个调料，我觉得。圆仔白呀。咬不动吧？哎呀，这汤很鲜，汤里好像有一丝啊，除了牛肉味儿以后，还有点甜丝丝的味道。跟我说，台南的吃甜为出名啊，甜的东西特别多，但是甜的还不让你腻的那种，甜而不腻的。我占一下你的位子啊。是。
借你妈妈的福气。哎，没问题，没问题。哎呦呦呦，我妈妈91岁，哎，但是比你妈妈差太多了。是吗？我要回去给我爸好看。好，有缘有缘。 93岁的婆婆啊，你看看身体多棒，还能打高尔夫球呢，慢太佩服了。安平的茶馆里面姓惠这一家人，女儿呢曾经在美国留学，后来定居加拿大的温哥华。她现在呢从加拿大回来照顾她的妈妈，这个和我们一样，她儿子还留在加拿大，老公呢在中国广东经营着一间工厂，一家人分3个地方啊，真正的无界生活。我们到平安旧港来溜达一圈儿。晚上回到酒店，发现我们周围的街道变成了这个样子。这是酒店边上的天坛天公庙的岁末成员大聚会。回到这期视频一开始的疑问，台南，也许还有其他的台湾城市，看上去 quote unquote 够不够现代？答案也许是可能不太够，但发达是不是就非要更新、更多、更快呢？继续思考，继续探索台湾。